好，材质篇，上一章呢我们做了12个模型，我知道大家很想把它晒出来，但是咱们先把材质给学了吧。学材质，我们只要抓住那些最精髓的东西就好了。能够用手试出来的东西呢，你不要用脑子去记，脑子在很多时候它是不靠谱的，你要相信你的身体。本章呢，我把这个材质从简单到复杂呢分成了6个段位。咱们先从这种最简单纯色的石头开始，然后到这种加纹理的，然后还有这种凹凸有形变的，最后呢我们讲一点点关于 UV 纹理绘制的内容。你需要接触的可能只有10几个节点而已，甚至更少。你如果把这个搞定的话，你其实已经超过很多人了。我们来一步一步的了解 Blender 的 PBR 材质体系。那什么是 PBR 呢？ PBR 全称叫做 Physically Based Rendering， 那翻译过来呢就是基于物理的渲染。那用人话来讲呢，就是做软件的这些人呢，他把这种物体空间的光的反射跟折射这些关系呢，然后换算成一些函数跟公式，然后写在这些程序里面。所以同学们，你看数学是多么重要呀！那业内呢有家公司这个渲染技术就非常的有名。2012年迪士尼提出了一个叫做迪士尼原则的 BRDF， 这个 BRDF 呢是双向散射分布函数的意思。因为它非常好用又非常方便的工作流呢，它已经被很多电影跟游戏业界呢广泛使用。2015年呢，迪士尼又把这个 workflow 呢又修订了一下，然后就是我们现在 Blender 用的叫 BSDF 的工作流。你在加材质的时候看到这个原理化 BSDF 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通过这些什么基础色呀、高光啊、糙度呀，还有这种透射呀，去定义一个材质。所以我们这章要教的东西呢，其实是迪士尼啊、皮克斯啊这些大厂也在使用的一套材质逻辑。就大概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很多人可能做了好多年，他都不知道 PBR 跟 BSDF 的来历。好，我们进入第一个段位的学习。那段位1的第一个要求呢，就是你要知道如何添加和删除材质。好，我们打开 Blender， 这边有个默认立方体，对不对？我们选择这个立方体，这边会出现一个材质按钮。开机时候自带这个立方体呢，是默认有材质的哈，你可以在这边改它的名字。好，这边有很多选项可以改，我们先改个颜色吧，改个粉色哈。这里看不出来，是因为你要点一下这个啊，进入这个视图着色模式，你才能看到你改的颜色。好，我们这边可以改个红色啊。好，我们按着 G 把它挪到一边。好，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立方体。你会发现这个立方体就没有材质，你需要自己建一个。怎么新建呢？你点一下这个新建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新建材质，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哈。好，我们在这边改一个名字吧，改个 yellow， 然后我们把这个立方体呢变成一个黄色。你可以点击这个小球球的下拉菜单，你可以看到这边有2个材质是你刚刚自己建的啊。那怎么删除材质呢？你就直接点击这个减号就可以了。其实，在 Blender 里面呢，你可以点击你想要添加的物体，你可以在这个材质列表里面去找到你之前创建过的材质，比如说这个红色材质，你可以把它赋予给这个立方体。但你注意哈，你看这个黄色的材质前面有个0是什么意思呢？那说明这个 yellow 这个材质目前还没有赋予任何物体。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把这个软件给关掉的话，你下次打开的话，那你这个材质就不见了。比如说我们先 Ctrl S 把这个文件先保存一下吧，随便改个名字，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软件给关掉，然后再把它打开。我们点击这个视图着色的这个模式，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物体，你再看这个材质列表，那个黄色就不见了。这种就很可惜，就是你好不容易调了好的一个材质的话，你第2次打开就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新建一个黄色材质啊，给它命名 yellow。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小盾牌，这个代表呢，你给这个黄色的赋予了一个伪用户，就是 fake user。那这种情况下，你创建的这种材质呢，你不管用不用，你反正下次打开了还会保存到你这个文件里面。好，我们把鼠标挪到这个右上角，然后出现一个加号，把它一拉，就拉成2个窗口。我们之前教过了啊。然后把这个窗口呢变成这个着色器编辑器，你会发现，每个材质背后呢，其实都是有一个节点的逻辑在这边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按一下键盘的 N， 把旁边这个侧边栏给隐藏掉。就是这个着色器编辑器呢，就是把每个材质背后的这个节点逻辑展示给你看。我在这里也可以编辑这个材质的名字，比如说在这边改个名字吧，你会发现这边也改动了，所以说它俩是通着的啊。我在这边可以换材质球，也是一样的啊，还是可以换成黄色的吧。你可以点击这个叉号，一样可以删除材质啊。同样的道理，就是你点击上面这个新建呢，也是可以新建一个材质的，跟这右边的这个是一样的哈，只是说你在节点编辑器里面你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好，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新的材质吧 ，blue， 然后我们给它改个颜色。好，大家以后要习惯用这个节点编辑器哈，它会更方便你去理解一个材质，或者说以后你去创建一些更加复杂的材质。很多同学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节点编辑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去理解这2个节点。我们就用这2个节点呢去做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简单的材质。好，我们先把这2个方块给删掉 ，X 删掉，然后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猴头。好，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表面细分，让它更光滑一点。你可以到这个修改器里面添加，或者说你直接 Ctrl 2。好，它就直接添加了一个表面细分为2的修改器。
好，我们右键平滑着色，但这个光是不太舒服的哈，就是你看不清这个脸，因为它这个只有这样一盏灯在这边，就是默认的这盏灯。你可以再多打几盏灯，或者说你直接点击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场景世界，把这个勾选去掉，你会发现，它就会变得特别亮。这是为什么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把这个场景世界前面的这个勾选去掉之后呢，这个系统就会给你打一个假光，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去方便你预览。好，按下小键盘的0，切换到摄像机视图，然后你 F12 渲染一下，你会发现你渲染输出的这个效果呢，其实还是只有一盏灯的效果。所以刚才咱们演示这个功能呢，只是让你去更好的去预览这个材质，省得你自己再去一盏盏灯去打了嘛。好，我们把这个世界不透明度给调亮、调大，然后再把这个模糊调小，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用一个 HDR 贴图是给你这个后头打光的，它是用一个森林的这个贴图，你可以点击这个小球球，这边有不同的环境给你打光，这个是一种 HDR 打光的方法哈，就是我们以后还会讲到。比如这有海边的呀，还有这种在户外非常大的太阳的啊，大家可以自己点点试试看。我们还是切回这个森林的这个打光的这个环境，然后我们把这个背景给它关掉，这样看起来比较方便我们预览，就把这个透明度给降低就行了。好，接下来我们正式讲材质，我们给它新建一个材质，然后改一个名字 test。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2个节点，一个是材质输出，一个是原理化 BSDF， 中间有一根线。你把鼠标点这个绿点一拔，它就断开了，像这样一拖一连就连上了啊。就是每个材质必须有一个材质输出，否则的话你这个材质根本就看不到。你还可以按着 Ctrl 和右键像这样一划拉，它也断开了。好，我们还是把它连上吧。下面这个体积和这个置换呢，暂时你还用不到，这是后面做体积光和置换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全部呢，代表你可以同时使用 EV 和 Cycles 2种渲染器，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就默认全部就好了。好，本节课呢，我们重点来讲一下原理化 BSDF 怎么用。这个原理化 BSDF 呢，是最基本的一个节点，就是你必须得会的一个节点啊。就看起来好像功能很多很复杂，但是用起来一点都不难。那秘诀呢，就是3个字：用手试。就是你去记它干嘛，对吧？我们先按照那个重要性分一个主次，我们先把那些我们看起来就很烦的挑出来，比如说这个什么 GGX。这个什么次表面，还有这个什么各项异性是什么鬼？这什么清晰、法线、切线，那这些肯定就是你最不熟悉的嘛，我们把它放到一边。然后我们再把那些前面我们接触过的，或者说我们看起来比较顺眼的挑出来，比如说这个标题我们接触过对吧？讲过了。然后这个基础色知道什么意思？金属度、糙度，这个 LR 跟透射呢应该是跟玻璃有关的，你把它挑出来。还有这个自发光我也熟悉 ，alpha 应该就是透明的意思。还有这个法相我们之前也讲过对吧？把它挑出来。那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参数呢分成了3大类，中间的这一块我们看起来好像最简单的，但是实际上呢它却是最重要的。如果用28法则来分的话，那中间这些最简单的部分呢，它其实使用的频率就是最高的80%。那你就把重点呢放在中间的部分，两边的部分呢，如果暂时搞不清楚的话，也不要太担心。好，我们开始从上到下来了解一下这个原理化 BSDF 的用法。好，最上面这个 GGX 呢是一种微表面反射光照模型，那 Blender 呢就是用这个模型去模拟一些反射的材质。它下面呢还有个多重散射 GGX。那这个比上面这个 GGX 呢会模拟的更加细致一点，但是呢肉眼基本上看不出来，而且会更慢，我们就默认 GGX 就好。下面这个随机游走了你也不用管，它是一种模拟次表面的一种渲染方式，而且只针对 Cycles 有用。好，我们现在用的是 EV 渲染器哈，这样会模拟的快一点。好，下面这个呢是基础色，基础色就不用讲了，就是改颜色的，大家都会。下面这个次表面的这几个呢，我们先跳过，我们等会儿再讲。然后金属度呢是把你这个物体变成金属和非金属，1呢就是完全是金属，然后0呢就是非金属。然后这个参数呢，一般我们不给中间值，要么就是0，要么就是1。如果你觉得它反射不够亮的话，你可以更改这个糙度。这个糙度呢是控制你这个表面的粗糙程度的。然后0呢表示非常的平滑，然后1呢表示非常的粗糙。你就这样拉一拉，你就明白这个什么意思了。好，我们把这个金属度和那个糙度呢都改成0，你就可以看到像一种非常光滑的一种塑料一样，对不对？改成1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反射，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高光。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物体，它多少都是有一些反射的，只要有反射都会有高光。那高光的强弱呢跟物体的反射率有关，那反射率呢又跟菲涅尔效应有关。那什么是菲涅尔效应呢？大家看这张图，就是当你站在河边的时候，离你近的地方呢，你看到这个水里面的石头，但远的地方呢，你就看不到，你只能看到一些山的倒影。这个就是菲涅尔效应。
我来给大家画一张图，就是这个是水面，然后这个是你。当你往近处的脚下去看，这个时候呢，你的视线跟这个水面的夹角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反射率是低的，然后透射比较高，所以你能看到河里的石头。当你看到远方的时候，那你的视线跟这个水面的夹角就比较小，这个时候呢，它的反射率就会比较高，然后透射比较低，你就只能看到山的倒影。那这种物理现象呢，就叫做菲涅尔效应，它是一个叫菲涅尔的法国科学家发现的。咱们那个节点里面那个高光呢，其实就是菲涅尔效应的那个反射率的强弱而已。那不同物质的高光是多少呢？你可以用这个 IOR 去算，用这个菲涅尔公式去算出来。就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实际上我们根本不需要了解这么多，咱们用手试一下就可以。为了让这个高光更明显呢，我先把它的金属度改到1，这样看起来就高光更明显一点。然后呢，我们再来调这个高光，我把这个高光从0到1来回拉，你注意看这个后头哈，它一会儿白一会儿暗，对吧？它就是一种很微弱的一种菲涅尔效应哈。你看我把这个金属度稍微降低一点，然后把这个高光拉到1，它就有一层薄薄的一种白色的高光，然后拉到0的时候呢，这个薄薄的白光就没有了。然后下面这个高光染色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它推进拉大看一下。好，你看现在的高光呢，完全是1的时候呢，它是一层白色的一层薄膜。然后呢，我把这个高光染色呢，把它推到1，它就跟这个材质本身这个黄色融为一体了，它就是个黄色的高光，对吧？它这个高光染色，它会给它完全染一点它这个材质的颜色。0的话，它就是直接是白色了。这就是高光跟高光染色，它区别不大，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保持默认就好了，不怎么调这2个参数。但是你高光也不要完全设成0哈，因为所有物体都有一点菲涅尔效应的，所以你稍微给它一点，就保持个0.5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改颜色然后自己去拉一拉，感受一下。其实这样是最方便的，就是你不用记那么多，你就是自己去试一下就知道这个选项是做什么用的了。好，这个各项异性我们先跳过，我们看看下面的光泽是什么意思，你自己也是拉一下看吧。你看光泽拉了之后，它这个边缘就会有一个光泽，对吧？一条白光。0的话就没有，然后1的话就是有一种白光，就直接用手试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那下面这个光泽染色呢，跟那个高光染色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把它推到1的话，它就会跟这个材质的颜色稍微有一个融合，然后0的话就是白色嘛。这个光泽在有时候你做一些丝绒材质啊，一些比较面料的这种反光啊，其实还蛮好用的。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渲染器切换成 Cycles， 因为等会儿我们要讲一些关于透明啊、玻璃啊这种类似的材质，用 Cycles 呢会设置的更加简单直观一点。我把这个最大采样改到400吧，这样快一点。好，清漆什么意思？清漆你把它拉到1，它会在你这个模型的表面呢附着一层薄薄的类似于一层白漆一样的东西，就类似于车漆那种效果，就是一层清漆在上面。我把这个颜色稍微调浅一点啊。然后这个清漆粗糙度呢，就是这层清漆的这个光滑的程度，你把它拉到1的话，它就没有这种反光了嘛。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透射，我们把这个材质给关掉，然后在这边新建一个材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透射调到1，它就变成一个透明的状态。那上面这个 IOR 呢，代表不同材质的折射率。大家知道水的折射率跟那个冰的折射率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可以到网上搜到这种 IOR 折射率表，比如说这种冰的是 1.309， 然后水的呢是 1.325， 然后我们现在默认的这个 1.45 呢更接近玻璃 1.5 的状态，我们把它调到 1.3 看看，那它就透明更多。我们把这个操作调小一点的话，那就更接近水的状态了。好，下面这个透射粗糙度呢是调整这个物体内部的粗糙度的，把它调到1，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变得更加模糊粗糙了，但是外面的还是保持光滑，因为外面的操作咱们是0嘛，这就类似一个毛玻璃的一个效果。我突然发现我这个 Cycles 用的是那个 CPU 做渲染，怪不得这么卡这么慢，我还是改回 GPU 啊。你有显卡你就可以用 GPU， 你没有显卡的话你就只能用 CPU。这个会极大的加快这个 Cycles 的渲染速度，但是你没有也没有关系。咱们这道课的话，我们用的是 EV， 就是咱们最后那个动画是用 EV 渲染的。用笔记本的同学可以先凑合用着，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你不需要那么高的配置啊，先看看自己的需求，然后再去升级你的电脑。好，我们把这个材质删掉，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材质 Glow， 我们来做一下发光材质。我们先给这个后头一个随便的基础色，一个黄色吧，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自发光强度拉大。看不出来的原因呢，是因为你现在的自发光的颜色是黑色。我们还是回到1号，把它颜色调亮一点，看到没有？它就有一种发光的效果了。现在是红光。如果是纯黑的话，你把这个强度调到多大，它就不发光，因为它的明度是0。好，我们在周围 Shift A 新建几个后头，然后放大它一圈，然后给它加上刚才我们做的那些材质。我们把这个场景世界这个光线预览给关掉，因为现在是假光嘛，你看不出来。我们把这个给勾选上，然后它就关掉了。然后你看到咱们这个后头中间这个后头发的光呢，就能把周围的这些后头给照亮。你可以把它强度变大，它就会更亮。你还可以更改这个光的不同的颜色啊。好，我们把这个材质给删掉，我们来看看我们遗留了几个什么次表面的几个头疼的问题。我们把这个场景世界再给打开啊。好，我们再新建一个材质，
好，这个 alpha 是很简单的哈，你就把这个 alpha 调到0的时候，它就完全透明，然后1的话就是不透明。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世界这个不透明度给拉大，这样的话你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咱们这个猴头是可以看到后面的树的。还有下面这个法相、清晰法线、切线这些呢，是后面我们做一些有凹凸质感的纹理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现在呢，咱们就先跳过。好，我们把这个材质给删掉。我们还有一个次表面和各项异性还没有讲，我们来新建一个材质。那次表面是我们平时做一些软糖啊、翡翠啊、皮肤啊这些有透光属性的材质会用到。设置方法很简单，就给它一个基础色，然后再给它一个次表面颜色，然后再把这个次表面的这个值改大。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就有那种软糖啊、那种皮肤的效果了？这样透的是有点太多了哈，其实不需要这么大的。你可以改一下这个次表面的颜色，可以看一下不同的效果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次表面半径什么意思呢？这个次表面半径呢，就指的是你这个光透过去的这个程度跟距离。这有3个值哈，这3个值代表着 RGB 3个通道的这个散射半径。好，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次表面颜色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把这个次表面的这个值呢稍微改小一点。这样看起来更像皮肤。你有时候会发现，就你设定的这个次表面的颜色呢，跟你最终呈现的颜色好像有一点点的区别。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最后呈现的这个颜色呢，这个 RGB 呢是要跟这个次表面半径的这个 RGB 是相乘的。所以呢，如果你想保证你设定的这个次表面颜色跟你最终呈现的颜色是一样的话，你就把这个值3个值都改成1就行了，乘1反正都还是原来的值嘛。好，我们可以给它次表面颜色稍微改一下，我们改个皮肤的颜色哈。好，下面这个次表面 LR 和这个各项异性呢，它是 Cycles 专用的啊，它是控制你这个次表面散射的这个折射率和这个散射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控制就特别微小了，我们就不讲了，这个用的很少。这个是以后你想模拟那种非常细节的那种材质的时候可能会用到。最后还有个各项异性呢，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球体来讲吧，这样会更清楚一点。右键平滑着色，然后我们给它一个金属材质。金属材质呢，就是给它一个基础色，然后再把这个基础度调成1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这个操度稍微降低一点，我们把这个场景灯光给关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比较好观察它这个高光嘛，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各项异性过滤呢，你就是可以把你这个高光呢变成一条圆环，然后这个各项异性旋转呢，就可以旋转你这个高光的这个方向。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做一些有些那个金属材质啊和这些光碟的这个高光方向的时候可能会用到。那到此为止呢，咱们这个原理化 BSDF 呢就全部都讲完了。你发现没有，其实还是那3个字，用手试，很多材质你都可以自己试出来。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背后的原理，所以我就稍微啰嗦了一些。但我希望你学习时候呢，你只要能搞出来这个材质就行，其实背后原理呢你可以放到后面再去理解。然后我们再讲最后一个重点吧，就是怎么在一个模型上面加多种材质。好，这边有一个球，它本身已经有一个叫 test 的这个材质，你可以自己建一个哈。你要在这个材质属性上才能看到这个界面啊。好，你点一下这个加号，它会在这个材质框里面新建一个材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这边新建材质，或者说你点击这个之前你有过的材质，我们随便选一个材质吧，就选这个吧。哎，怎么没反应呢？就是当你这个材质球里面有2个材质的时候呢，它会默认显示最上面这个材质。好，我们选中这个球，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我们3切换到面模式，然后我们 Alt 双击选中这一圈，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选择这个黄色的球，然后指定，然后这个颜色就上去了。好，我们再 Alt 双击选择一圈面，然后我们再点这个加号新建一个材质。好，你可以在这边呢新建一个材质，然后改颜色，或者说你直接照这边找到你之前有过的材质。我们选择这个蓝色球吧，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蓝色材质指定，看到没有，这一圈面就被指定成这个蓝色材质了。好，我们 Tab 退出编辑模式。这种方法呢，就可以在你这个物体上的不同面去贴不同的材质。你还可以通过选择这个材质，然后你看选择，它正好选择一圈，或者说你可以在这边弃选也可以啊，可以自己去点点试试看。好，我们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我把就是今天讲的重点部分呢做了一个总结放在这里，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也可以截图。还是那3个字，遇到问题用手试，不要想着去记啊，因为你会忘记的。今天还给大家讲了一个菲涅尔效应，希望它能够帮你更好的去理解反射和高光这些材质东西，你就大胆去改，大胆去试，改错了也没有关系。那我们下堂课再见吧。Cut tips.